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您现在看到的视频呢，是我用耳内镜对外耳道真菌今天的几个病例，今天来的基本上全是真菌。就一个小的钢块没有特别硬的啊。哦，对，有一个中耳单质瘤手术后清理的啊，咱们下一期吧下周到6月份的时候再放。这个真菌老生常谈，很多人特别喜欢看这个。这个还不是那种特别干的因为这个里边壳里边还是有这种白毛的，有那种特别干的那种真菌壳，那种看得清爽一点这个可能稍微会有些人会有点膈应从鼓膜表面把这个，包括从外耳道表面这东西清理掉。很多我看评论有人说这些人自己没感觉吗？不知道耳朵有这些东西吗？很多人真没感觉只是平时会有觉得耳朵有一些痒，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自己能够掏出一些这种干片但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以为就是耳屎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耳屎多，其实不是很多人都不是。像正常外边这些碎屑这个是就我说的那些丁宁，里边这个肯定就不对了因为丁宁的代谢呢，普通人的这个速度是有限的它一般来讲就是一些散碎的一些小碎末这种成面积的大片的，特别是这种卷筒状的有的人我看见很多朋友在底下发照片自己有时候真能拿出一个跟笔帽似的这种东西来。那个一般来讲都不是普通的丁宁，往往都是这种真菌形成的。看这里边的白毛好，这一层壳拽掉然后后续就往里打药就行了。这是第一个。今天这3个几乎是同一类型的一个真菌壳，然后里边长着有这种菌丝。操作也都是完全是一个模式操作完全是这个真菌就白毛就更明显了会有一些痒还有一些病例，这3个我记不住了，其中有一个病例也不痒也不堵就觉得耳朵有时候嗡响所以这个东西症状嘛千差万别。真菌形成的原因这个很明确。真菌在外耳道里繁殖，至于怎么进去的，那就不好说了因人而异。有的人是自个儿想办法拿棉签挖耳勺子或者手指甲盖可能是带进去的因为真菌在自然界到处都存在。到处都有它们的种子就是这种什么孢子这种形式，它就不适合生长的时候呢，它就处于这种休眠状态一旦到它适合生长的时候，它就生根发芽。外耳道呢就有点像我们的，为什么老说跟脚气有点像就这个，因为里边也是潮湿不通风嘛，也是真菌容易滋生的一个条件。剩下的就跟个人的免疫状态有关因为真菌这个差异特别大，因人而异。对于大多数免疫状态正常的话，人体对于真菌是有一定基础的抑制，不是说这个一接触真菌就必然会感染不一定。要真是那种情况呢，真菌简直那可能就不是一个病了，有点像螨虫似的，那是跟人正常和平共处了。但多数人是没事。当然在外耳道疾病当中，在我这儿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因为在我这儿真菌是太多了。每次我估摸了一下的20%到30%的病例每次门诊大概是这种真菌的情况。真正像那种单质瘤或者是硬块有时候经常是好几次门诊都没有但真菌是七七不落。也就是我去内蒙那1个月见的少内蒙那真是少。
在那儿门诊次数还多啊，反而见得少，可能真的是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啊。北京相比内蒙还是要潮湿一点的，当然比可能南方啊，真正咱们祖国的大南方可能当然是显干一点，因为这是个相对性的。那么处理呢，也就是在耳内镜下尽量的去清理，把大块的这种清理掉啊。它边边角角这些散碎的碎末，靠定制的器械是不一定能去全部清掉的啊。有的地方呢，就拿水冲啊，也不是说不可以，当然前提是你这个鼓膜要保持完好啊，鼓膜要是完整，因为经常有这种鼓膜穿孔合并中真菌的，见了不少啊，之前也放过。那这是另外一个病例啊，很厚的一层真菌壳。我们的工具啊都是消毒液啊，当天都是用消毒液。消毒液里的这个配置啊，我们俗称叫万金，里边有含氯的这个消毒剂啊，这种东西是对真菌是有杀灭的这种作用的啊。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因为有一些像我内镜是没有办法用高温高压消的啊，金属的这个钩子是可以啊，用高温高压消毒，做到避免医源性的这种传播，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个问题啊。如果同一个病人啊，你使用如果不同的病人你使用同一把器械啊，也没经过消毒，这个是不安全的。因为经常也有朋友在问啊，这个你这东西消不消啊？这就好比你问别人说你上完厕所擦不擦？这个医院正规操作，那肯定都是有一个消毒的流程啊。什么工具用什么消毒的方式啊？剃下来这种还算是比较好弄的啊，相对比较好弄，不是说特别的复杂啊。当然了，就是很多地方这个对真菌的意识有问题啊，不仅不操作吧啊，还使用非抗真菌的药物啊，就是一些针对细菌治疗的一些抗生素了。氧不沙星啊，这个可能说过很多次了。氧不沙星这个药本身没有毛病啊，这实际上是用的地方有毛病啊，用错地方了。这不是说这药有问题啊，很多粉丝已经根深蒂固了，因为提的可能太多啊，甚至有的地方他该用氧不沙星的时候，反倒有顾虑了啊。不是说这个药有问题啊，是这个使用的场合用错了。因为这种情况用氧不沙星就只是一个火上浇油啊。氧不沙星这种东西对真菌没有治疗作用，反而是能够帮助真菌的繁殖啊。这玩意儿靠肉眼清理确实很难，确实很难，因为这个分辨不了这么细，贴近鼓膜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了。而且咱们人的肉外耳道不是个大直筒的呀，你看它这个有沟有坎啊，有沟沟坎坎，有一些角落里啊，包括在耳内镜下去清理的话都不太容易，都不是特别容易啊。好，这个大致清理一下啊。有一些呢，如果残留过多啊，确实也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有时候会用第二剂先泡一会儿啊，泡一会儿以后再去处理啊。当然这个病例就基本上大体过得去啊。然后咱们的后期这个裱花工作啊，抗真菌软膏推上去以后啊，就是这种碾压性的这种打击啊。这个鼓膜和外耳道这个夹角啊，前下有个夹角，你看这个位置经常有的时候，如果是肉眼肯定是无法清理到的。
后期呢，咱们打药表花啊，这个是今天现成出炉的啊，不是一个说是之前回顾的。有的时候咱们临时停诊啊，或出去开会啊，停门诊，没有这个新鲜的，就拿一些剩菜回来。真菌的菌苔啊，就我们俗称的这种行话里说的这种菌苔，薄薄的一层。一般来讲啊，这个抗真菌的软膏打上去以后效果好了，一次基本上能就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有的患者呢可能要补上2次，再补第2次。好，咱们抽上药啊，把这个软膏配上。这是其中的一个病例啊，这是前面这3个病例当中其中的有一个，我就不挨个放了，过程应该是这一样。软膏打上以后有几个正常的反应，闷堵啊、痒，一般1天以后基本上就消退了啊。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下周的时候让几个患者回来复查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后的对比啊。好，我们下周再见。